喲，大家好，歡迎回來 Ariel 的頻道。我準備了一杯茶，就是很簡單的 Trader Joe 買的烏龍茶，然後咱們邊喝茶邊聊天，花了點力氣。最近加州的天氣真的超級變冷，落葉掉了一地。但是咱今天要聊的是西雅圖的3對夫妻 Fire 的下局，這個也是我常看的一個 Fire 博主啦，他去採訪了很多在美國這邊 Fire 的同學，還有他們的後文。我今天也是讀到這篇覺得很有感觸，所以想跟大家分享。這個帖子的 title 我覺得很貼合現在在職場工作的同學，不管是美國這邊的還是亞洲的。今天聊天中的一個感受是，東亞文化裡面長大的小孩真的很擅長忍耐，但是不擅長暫停。比如今天我們說這3對夫妻，他們有經歷過不同程度的 burn out， 並且在 burn out 之後有過不同程度的休息。但是我們面對問題的時候，第一反應就是咬咬牙再試一試。這個我自己是深有體會，我總是覺得 there's more I can do to make the situation better， 所以就會 push 我自己。這種韌性本身是沒有錯了，甚至可以說是我們東亞小孩的超能力，但是它也會讓我們習慣只有被生活推到懸崖時才會按暫停鍵。帖子裡面的舉例是，就像游泳一樣，我們好像等每次快要溺水了才會浮出水面去換一口氣，回頭看我們每一個人都對這段休息不後悔。這個我也是深有感受了，因為我目前還在第2段休息中，就是我的第2次裸辭休息中。我20多岁的時候尤其感受到，就是真的要把自己推到邊缘才會按暫停鍵。我的 case 是我的身體出了問題，那段時間就是我查出來我長了好幾個腫瘤，就覺得真的是需要 pause 一下，然后還做了幾個小手術把這些腫瘤都切出去，甚至還有幾個沒有切，現在還是在每年去年檢來 monitor。當時在等那個 test 結果，不確定這個腫瘤是良性還是惡性的時候，那個時候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覺我這輩子都在逼自己去做社會要求我做的那個成功人士吧，上個好大學，找個好工作，努力往上爬，為公司創造價值。就是我真的是那種把自己逼得比較狠的那種。這就是我對這段的感受。然後我們繼續看下一段。這個下一段是說，為什麼我們這麼難主動改變？ GPT 老師說，從心理學角度來說，有2個理論可以解釋這個現象。第一個是 sunk cost fallacy，中文是沉沒成本謬誤。我們會因為自己已經投入了太多時間、精力和身份認同，而不願意離開現在的職位或者是位置。這個我也是definitely felt it。 我以前在 TikTok 工作的時候，我會 represent， 就是代表我們公司去跟很多我們的合作公司去談一些合同上的事情啊，還有建一些新的 data center 之類的。所以我總是会就是說，我們 ByteDance 想要怎麼樣怎麼樣，然後我們 ByteDance 對這些條款不是很滿意之類的。但是我遞了辭呈以後，我最大的感覺是我 lost 了一個自我定義，就是 self-identification， 就是我不代表我們公司了，我不是一個 program manager 了，那我是誰呢？我幹嘛呢？我在這個社會中如何定義自己？那個是我當時最大的一個 lost， 花了好多個月才慢慢的找到自己吧。第2個 GPT 老師說，為什麼難主動改變，是路徑性依賴。我們習慣了走現在這條路，哪怕並不快樂，也不願意想象其他的可能性。你想象其他可能性的時候，會給自己預設很多困難和為什麼你不會成功。對，就是這也是 human nature， 就怕 failure， 對吧？我的可可，聊天中有位朋友提到，從 IC 轉到管理崗位後，沒有以前開心了。他也問過做管理又轉回 IC 的朋友，大部分也說幸福感提高。然後但是當問要不要轉回去時，他就猶豫了。我也是從管理者轉到 IC， 我第1次裸辭的時候就是一個 senior manager 的職位，然後我裸辭了1年以後，我決定回職場。當時我在考慮要找什麼職位的時候，我自己心裡面其實是就一直都蠻清楚的，我不想要再做管理崗位。雖然管理崗位會付的稍微高那麼一點，要看是什麼管理崗位。如果你只是做一個 middle management， 其實你不一定比一個 senior principal engineer 或者是 senior TPM
賺得多太多。但是如果你是最起碼是 Senior Director and above VP 這種，那肯定是賺得多得多。我覺得我也不是說為了錢不要命的那個個性，還是就是 prioritize 自己的幸福感吧，想要做點實事兒出來。對我來說，我的工作給我意義的來源就是我能夠真的辦出一些結果。我的項目真的可以 deliver， 然後真的可以带來 value for 不管是人類也好，社會也好。如果是没有辦法做到這些的話，我覺得就對我來說就只是 collect 一個 paycheck， 就很空殼的感覺。回到帖子，工作中做項目我們都說 fail fast， 如果可以低成本的嘗試，並且多試錯，快速迭代，這個理論其實在人生中也一樣適用。有時候我們會過度的考慮試錯的風險，卻沒有考慮如果不是的機會成本。在這個事情上，好像歐美文化下長大的朋友會更容易邁出那一步，也就是所謂的鬆弛感。比如我現在團隊裡的一個同事，職業發展的順風順水，5年不到就升到 L5， 升完1年半馬上要準備升 L6， 但是他決定給自己按一個暫停鍵，今年年底要辭職，準備休息半年，然後放棄高薪的行業，轉行去做老師。不是因為他對現在的工作不滿，他幹得挺開心的，但是他覺得教育是他更想做的事情，剛好有個機會可以讓他趁早試試，所以他不想要錯過。Fire 不是等到達標才配幸福。喜歡，好喜歡這個，多治癒啊！這個值得我再喝一口。很多人对 FIRE 理解是個二元論，0或者1，要麼還在攢錢，要麼已經自由。而在通往 FIRE 的路上，很多人會選擇忍耐還有克制，哪怕這段路要走5年、10年甚至15年。比如之前聊的 W 小姐，她用6年攢了800萬實現了 FIRE。哇，6年攢了800萬。他說頭幾年太把 FIRE 當作人生的重心，反而失去了一些人生中更重要的體驗。他說回頭看他會做不同的事，希望在過程中可以給自己更多的空間去探索和體驗，即使這意味着可能進度要稍微慢一些。我們常以為達到目標了，我們就可以永遠幸福了，但卻忘了過程中 experience 幸福也同樣重要。幸福從來不是終點才有的獎勵，甚至 FIRE 也不是通往幸福的唯一路徑。我覺得在你攢錢想要達到 FIRE 的路上，就像這個 W 小姐姐說的 Take a step back， 這個其實 remind 我最近我讀的那個書上說的一個 concept 叫做向死而生。有一段我覺得也超級治癒，給你們讀一下。故事的 prefix 是說，作者的姥姥因為得了胃癌，從發現到走在醫院待了2個月，每況日下，插了很多管子，生活質量降到非常非常差。他這個書上是這麼寫的，所以媽媽時常一遍遍叮囑我們，如果有一天他病入膏肓，千萬別給他治，讓他好好的離開。我們當玩笑話聽，然後盡量的趕快讓這個事情過去，但是心裡卻真的犯愁，如果真的那一天未必能夠做出對的決定。從18歲到現在，我人生中的如花盛年，也是家族中親人密集的離世的時期，有各種各樣的死法，猶如生前各種各樣的活法。從愣着接受到主動思考，死亡與我最大的意義是讓我對生命有了敬畏，對活着有了底線，對死去有了諒解。再看到那些揮霍無度、佔有無度，以為自己會長生不老的行徑，心裡就會覺得同情，而不是單純的憤怒。有人說向死而生是最積極的活法，真切的知曉我們是會死的，人才會知止。假如知道餘生還有多少時日，那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該執着不懈，什麼該讓它隨風而去，就不至於總是糾結。這個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有個以前的同事也是好朋友，他的 father-in-law 最近過世了。我們在聊這件事情的時候，就是說 everyone has a number， 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數字。你不知道自己的數字，但是你可以試着向死而生。還是那個人家常說的道理，把每天當做最後一天去活，放輕鬆一點，因為我們這輩子不是為了終點，而是為了旅程。OK， 那今天就聊到這兒。大家聽這些有沒有什麼感想？歡迎跟我交流和下方留言。那我們下期見，拜拜。